肝脏负责全天解毒代谢，三餐吃的不对，最容易悄悄加重肝脏负担。仍会承载阴膜脂白牙框的试阅表达结果，但是成健康的延续剖口才的。再分享几种好上手的护肝吃法，大家慢慢细听。先说说腐乳配稀饭，这是不少人吃了几十年的老习惯。很多长辈心里觉得腐乳下粥，省钱又开胃，一小块就能送下半碗饭，简单又实惠。可这个搭配里头藏着两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健康问题。腐乳是经过长时间发酵腌制出来的豆制品，发酵过程里会自然产生一类叫做亚硝胺的物质。权威医学资料早就明确指出，亚硝胺属于对肝脏有直接毒性的化合物，进入身体之后，要靠肝脏里的酶系统一点点分解代谢。上了50岁之后，肝脏本身的代谢酶活性就已经开始逐年下滑，解毒速度比年轻时候慢了很多。如果每天早上都要来一块腐乳，肝脏就得反复调动解毒通道来处理这些有害物质。长此以往，就像一台发动机每天超负荷运转，零件磨损速度会大大加快。除了亚硝胺，腐乳的盐分问题同样不能小看。市面上普通品牌的腐乳，营养成分表写得清清楚楚，一小块大概10到15克的腐乳，钠含量就能达到300-400毫克，有些产品甚至逼近500毫克。临床营养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钠摄入量不超过2000毫克，光一块腐乳就占去了将近1/4的额度。盐分进入身体之后，血液渗透压升高，门静脉的压力会跟着往上走。门静脉是输送血液直接进入肝脏的主要通道，长期高压冲击，肝脏里细小的血管和胆管就会慢慢受损，最终影响肝脏正常分泌胆汁，处理脂肪的功能。这里要跟大家分清楚，豆腐乳和普通豆腐完全是两回事。如果只是新鲜卤水点制，没有任何腌制加工的原味版豆腐，钠含量极低，对肝脏友好，正常吃完全没问题。需要警惕的是经过长时间盐腌发酵的腐乳制品，这两种食物名字里都有豆，却对身体的影响截然不同，千万不要混为一谈。再说稀饭本身，这碗白粥看起来清清淡淡，实际上对肝脏有一个很多人完全没想到的隐患。白粥熬煮时间越长，淀粉糊化程度越高，升糖指数就越高。长期追踪研究证实，一碗熬得稀软粘稠的白粥，空腹喝下去之后，血糖升高速度比很多人印象里的甜食还要快，血糖短时间内陡然升高，胰岛素大量分泌，随后血糖又快速回落。这种剧烈波动会持续刺激肝脏转化多余的葡萄糖为脂肪，时间长了，肝细胞里脂肪慢慢堆积，就形成了脂肪肝。而脂肪肝正是目前影响中老年人肝脏健康最普遍的一个问题，悄悄发生，早期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症状，等到察觉的时候往往已经拖了好几年。来说第二类，很多长辈特别喜欢喝一碗暖融融的鸡汤或者猪骨汤，觉得汤汤水水最补身子，骨头里的精华都熬进汤里了，喝汤比吃肉更滋补。这个观念在老一辈人当中根深蒂固，吃了几十年很难动摇。但是这恰恰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养生误区，而且对肝脏的影响被大家严重低估了。骨头汤、肉汤熬煮时间越长，汤里积累的嘌呤含量就越高。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做过专项分析，猪骨汤熬煮超过2小时之后，汤液里的嘌呤浓度会大幅攀升，有些样本里甚至超过了直接吃肉时的嘌呤摄入量。嘌呤进入身体之后，最终会在肝脏里代谢转化为尿酸，肝脏里负责处理嘌呤的黄嘌呤氧化酶会在大量嘌呤涌入时被迫高速运转。长期大量喝浓汤，就像给这台煤机器不停地加料催转，时间长了，肝脏氧化应激水平会明显升高，促进肝细胞慢性炎症的发生。更关键的是，浓骨头汤里脂肪含量极高，那层漂浮在汤面上的白色油花看着让人很有食欲，实际上全是饱和脂肪。100毫升猪骨浓汤里的脂肪含量往往远超大家的预估。大量饱和脂肪进入肝脏，需要肝细胞动用大量能量去分解处理，多余的脂肪酸又会重新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存储在肝细胞里，加速脂肪肝的发展进程。对于血脂本来就偏高的长辈，这碗浓汤喝下去，无异于给肝脏压上了一块额外的大石头。再加上很多家庭煲汤时习惯加入大量食盐调味，咸咸口的汤喝起来特别下饭，越喝越想喝。高盐加高脂加高嘌呤，3重压力同时落在肝脏上，日积月累，
肝细胞损伤，脂肪变性，炎症反应就会悄悄积累。这里要做个区分，并不是所有汤水都不能喝。清淡的蔬菜汤、不加盐的冬瓜汤、丝瓜汤对肝脏完全友好，喝多少都没问题。需要控制的是那种熬了好几个小时，颜色浓白、油脂丰厚，加了大量食盐的肉骨浓汤。这两类汤水对肝脏的影响差距巨大，不能一概而论。第三类，隐藏在日常饮食里最不起眼的伤肝食物，其实是超市里卖的那些袋装零食和方便调料，包括各种即食调味包、外卖酱料、瓶装沙拉酱。很多长辈觉得这些东西年轻人才吃，自己平时不碰。但问题出在另一个地方，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预包装食品、速食主食里都大量使用了一种成分，叫做果糖玉米糖浆，也叫高果糖浆，是专门用来替代蔗糖的廉价甜味剂。它广泛存在于超市里售卖的饮料、包装饼干、速食汤料，甚至部分品牌的罐头食品和调味酱里面。价格便宜，甜度高，使用非常普遍，但对肝脏的危害十分隐蔽。长期追踪研究已经明确证实，果糖进入身体之后的代谢路径和葡萄糖完全不同。葡萄糖可以被全身大多数细胞直接利用，但果糖几乎只能被肝脏代谢。大量果糖集中涌入肝脏，就像把一整天的城市垃圾全部集中到一个处理站清运，处理站很快就会超负荷。过多的果糖在肝细胞里转化为脂肪的速度，比葡萄糖快了将近5倍。脂肪在肝细胞里快速堆积，炎症信号被持续激活，肝脏长期处于低度慢性炎症状态，就会慢慢走向纤维化。最麻烦的是，这类食品在包装标签上往往不会写高果糖浆，而是写成玉米糖浆、果葡糖浆、高果糖玉米糖浆、F55、F42这类不熟悉的名称，大多数长辈根本认不出来，完全无从辨别。长期摄入，在不知不觉中给肝脏积累了大量压力。听完这3类日常伤肝食物，很多朋友可能会恍然大悟，原来平时司空见惯的饮食习惯，一直在无声无息地消耗肝脏的健康储备。不用焦虑，接下来就分享3款价格亲民，超市或者集市都能轻松买到，日常好操作的护肝食材，只要把它们加进日常饮食里，就能每天主动帮肝脏减轻压力，把身体一点点养舒服。第一款推荐的是燕麦片，这里说的是无添加纯燕麦，不是超市里那种加了奶精、白糖、香精的速溶燕麦粉。很多人觉得燕麦平淡无味，是年轻人减肥才吃的东西，其实对中老年人的肝脏养护来说，燕麦的效果格外出色，价格实惠，操作也不麻烦。纯燕麦的核心营养是一种叫做贝塔葡聚糖的可溶性膳食纤维，100克干燕麦里热量大概370大卡，但咱们每次只用干量40到50克，加水煮成粥之后体积大了好几倍，吃下去非常顶饱，实际摄入热量不高。更重要的是贝塔葡聚糖这个成分，多项临床实验证实，贝塔葡聚糖进入肠道之后会形成一层粘稠的凝胶状物质，就像给肠道铺了一层缓冲垫，把胆固醇、脂肪酸、胆汁酸牢牢包裹住，阻止它们被肠道重新吸收，随着粪便直接排出体外。这样肝脏就不需要反复处理这些循环回来的脂肪代谢废物，脂肪在肝细胞里的堆积速度会明显放缓。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曾经做过专项对照实验，受试者每天摄入含有3克以上贝塔葡聚糖的燕麦，持续6周之后，血液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平均下降了5%到10%，而低密度脂蛋白恰恰是导致脂肪肝和心血管疾病最核心的风险因素之一。对于血脂偏高、已经被查出轻度脂肪肝，或者平时消化偏慢、容易便秘的长辈，纯燕麦是每天都值得吃的平价好物。这里特别适合食用燕麦的人群，包括血脂偏高、血糖波动较大、有轻度脂肪肝、日常饮食偏油腻的中老年朋友。必须说清楚的禁忌，如果对麸质过敏、消化道有明确的麸质不耐受问题，要选专门标注无麸质的燕麦产品。已经是肝硬化、腹水晚期、消化功能极度受损的情况下，任何食物的种类和分量都必须遵从主治医生和营养师的安排，不能自己随意增减。买燕麦的时候，配料表里只能有一个成分，就是燕麦，绝对不能有白砂糖、奶精、植物墨汁、香兰素、麦芽糊精这些添加成分。那些花花绿绿袋子里的速溶麦片，不管包装上写着什么，
本质上都是高糖食品，吃了反而会给肝脏添麻烦。煮法很简单，干燕麦40克加水300毫升，小火慢慢搅拌煮5到8分钟，直到汤液变得微微粘稠，口感软糯。想吃甜口的加一小块切开的香蕉就够了，完全不用加糖。第二款护肝食材出乎很多人意料，就是西兰花。准确来说是十字花科蔬菜这一大类，包括西兰花、花椰菜、卷心菜、芥蓝，价格都不贵，菜市场随时可以买到。很多长辈觉得这些蔬菜太普通，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养生价值。但是在护肝这件事上，西兰花的效果被大量医学研究反复验证过，实力远超很多价格昂贵的保健品。西兰花里含有一种叫做萝卜硫素的天然化合物，属于目前食物里天然抗氧化能力最强的活性物质之一。肝脏每天代谢各种毒素、药物、酒精，这个过程中会不断产生大量氧化自由基，就像发动机燃烧过后产生的废气和碳渍，会慢慢腐蚀，损伤肝细胞。萝卜硫素进入肝细胞之后，能够激活肝脏自身的解毒酶系统，具体是一种叫做 NRF2 的转录因子，它就像肝脏里的维修总指挥。被萝卜硫素激活之后，会同时启动多条解毒通路，清理氧化废物，修复受损细胞膜，减缓肝细胞的衰老速度。长期追踪研究证实，每周坚持吃3到4次十字花科蔬菜的人群，血液里反映肝脏炎症程度的转氨酶指标，平均比不吃这类蔬菜的人低了将近2成。100克西兰花热量只有34大卡，几乎没有脂肪，钾含量温和，磷含量也不高，对肝脏本身没有任何代谢负担，属于真正吃多少都不会拖累肝脏的好食材。平时血脂偏高，肝功能轻度异常，转氨酶偏高，长期服药需要帮肝脏减轻解毒压力的长辈，都特别适合每天把西兰花端上餐桌。注意事项方面，甲状腺功能减退的朋友，十字花科蔬菜里含有轻微的抗甲状腺成分，每天食用量建议控制在150克以内，不要过量。吃之前最好咨询主治医生。如果正在使用华法林这类抗凝血药物，蔬菜里维生素 K 的含量会影响药物效果，使用量一定要保持稳定，并且告知医生日常饮食习惯。西兰花买回来之后，最好不要长时间大火爆炒，那样萝卜硫素会大量流失。最护肝的烹饪方式是焯水2分钟捞出，直接淋上一点橄榄油和少量低钠酱油调味，简单清爽，营养保留最完整。或者先把西兰花切碎静置10分钟，这个步骤能让萝卜硫素前体和活化酶充分接触，产生更多有效成分，之后再下锅烹制，护肝效果会更好。第3款护肝好物是菌菇类食材，重点推荐香菇、金针菇、平菇这3种，价格实惠，全年都有，超市、集市随手可买。很多长辈平时也偶尔吃，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菌菇对肝脏的养护作用有多么实在。菌菇里最重要的护肝成分是贝塔葡聚糖和一类叫做麦角硫因的特殊抗氧化物质。麦角硫因是目前已知在自然界里分布最集中的天然抗氧化剂之一，几乎只能从食物中获取，人体自身没有合成途径。专门针对肝脏氧化损伤的临床研究显示，麦角硫因能够在肝细胞里优先积累，对肝线粒体形成保护屏障，减少自由基对肝细胞能量中心的攻击。肝线粒体一旦受损，肝细胞的能量生产就会出现问题，整个肝脏代谢功能都会跟着下滑。香菇里还含有一种叫做香菇多糖的免疫调节活性物质，多项医学研究证实，香菇多糖能够调节免疫系统对肝脏的炎症反应，帮助抑制慢性低度炎症。这对于有慢性肝炎病史或者长期服药、肝脏长期处于慢性刺激状态的长辈，有着非常实际的保护意义。100克鲜香菇热量只有26大卡，脂肪几乎为0，钠含量很低，钾含量中等偏低，对肝脏几乎没有任何代谢负担。长期服药、有慢性肝炎病史、血脂偏高同时伴随轻度脂肪肝、日常食欲不振、消化偏弱的长辈，都非常适合把菌菇类食物当成每天餐桌上的常客。注意事项要讲清楚，如果是痛风急性发作期，关节正在红肿疼痛，这段时间菌菇先暂时停吃，等症状稳定之后再适量恢复。菌菇属于中等嘌呤食物，急性发作期不宜食用。另外，如果对菌菇类有过敏史，
或者肝病已经发展到肝硬化需要严格控制饮食的阶段。任何食物种类和分量都必须遵从主治医生和营养师的专业指导。挑选菌菇的时候，要选表面干净、菌盖厚实、没有异味、没有发黏或发黑的新鲜产品。干制菌菇颜色要自然，不要颜色过于鲜艳或者有刺鼻气味的。泡发之后有异常颜色渗出的也不能买。菌菇泡发之后一定要当天用完，隔夜放置很容易滋生细菌，产生有害物质，对肝脏反而是伤害。最简单的烹饪方法是用少量橄榄油加蒜末爆香，把菌菇下锅翻炒到出汁，加一点点低钠酱油调味，5分钟就能上桌，鲜香下饭，比腐乳、腌菜健康很多倍。纯燕麦粥、西兰花和菌菇类这3款食材，价格平民，买得到，做得出，长期坚持吃，实实在在帮肝脏减少脂肪堆积，降低炎症损伤，提升解毒效率。除了选对食材，日常生活里还有一个极其容易被大家漏掉的细节，对肝脏养护影响格外大，就是吃饭时间的规律性。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群代谢节律的临床研究明确指出，肝脏是一个对生物钟高度敏感的器官，肝脏里负责合成蛋白质、分泌胆汁、代谢脂肪的各项功能，都是按照固定的时间节律运转的，就像一个精密的定时工厂，什么时间开工，什么时间休息，都有既定的节拍。如果长期吃饭时间不固定，今天早饭8点吃，明天早饭11点才吃，或者习惯性不吃早饭，睡前大量进食，肝脏的生物钟就会被打乱，各项代谢功能的节奏出现混乱，胆汁分泌异常，脂肪代谢效率下降。同样的食物对肝脏造成的负担会明显加重。研究数据显示，3餐时间规律，早饭在7点到9点之间固定吃，不习惯性跳过任何一餐的中老年人，血脂指标和肝功能指标的稳定性，比作息饮食不规律的同龄人好了将近30%。这个改变不需要花钱，不需要买任何食材，只是把吃饭时间固定下来，对肝脏的影响却相当可观。食材选对了，吃饭时间稳了，还有一个细节直接决定这些护肝食材能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就是烹饪方式的选择。同样一把西兰花，清桌出锅保留的萝卜硫素比高温爆炒多了将近50%。同样一碗菌菇，清炒的脂肪含量比红烧版本低了好几倍。所以不光是吃什么，怎么做同样至关重要。给大家整理了简单好记的日常护肝4步方法。第1步，每天早饭固定在7点到9点之间吃，不要拖到很晚，也不要空腹撑到中午，让肝脏按照自然节律开始一天的代谢工作。第2步，用纯燕麦粥替换白粥加腐乳的早餐搭配，干燕麦40克加水煮到粘稠，搭配少量切块的应季低糖水果，不加糖，不加奶精，吃得简单，肝脏负担减少很多。第3步，午餐或晚餐里保证出现西兰花或者菌菇类，任选其一，每次150到200克，清粥或者清炒，少油少盐，作为正餐蔬菜的主角。第4步，睡前2小时停止进食，特别是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晚上10点之后，肝脏进入自我修复阶段，这时候再给它送来一批需要代谢的脂肪和糖分，等于强迫它加班，日积月累损耗很大。其实不用逼着自己一下子把几10年的饮食全盘颠覆，哪怕从明天早上开始，只是把腐乳换成1碗纯燕麦粥，下午买菜时顺手带一把西兰花，就已经走在正确的护肝路上了。养护肝脏从来不靠偶尔一次极端的养生方式，而是这些细碎、简单、容易长期坚持的小选择。肝脏日复一日默默帮身体分解毒素、代谢废物、合成蛋白，几乎从不喊累，值得我们每一天用心善待它，减少它不必要的负担，让它能够安安稳稳地多陪我们走过更多年月。